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9.98，收盘价是222.1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3.12，最低价是在215.72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166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反弹后的横盘中。那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这根 K 线实体的范围内。那出现这样一根 K 线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即前面在11月3日出现的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或者叫止涨的信号 K 线。然后接下来一根 K 线并没有确认这根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它的收盘价没有跌破前低。然后在11月7日生成的这根K 线的收盘价也没有突破11月6日的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。那连续2个交易日都出现了含有长下影线的 K 线，说明下方呢是有一定的支撑的。或者我们可以把这11月6日和11月7日2根 K 线看作是一个带有支撑的休息的 K 线。那么我们在前一期视频已经说过，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的标志就是看日后的K 线的收盘价能否站上11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26，或者是跌破它的最低，也就是215。这是2个股价后续走势的重要标志。那如果股价不选择突破呢？那我们认为会继续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那在11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，就是一个横盘的 K 线，就是在这个范围内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略有量缩，或者叫量平。那连续3个交易日或者多个交易日出现都是相对较平稳的成交量，或者一直是微弱的量缩。那么在11月8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上涨的 K 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2个方向，一个是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217。第二个可能另外一个方向是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在225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，收盘价会在210。实际在11月7日收盘价是在222.18，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，也就是说都依然还在这个我们会看到是200日均线值的上方，然后呢不过前高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连续出现量平，然后都含有长长下影线的 K 线呢，
那日后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补量上涨，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对于11月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26，也就是这个上涨的标志。那如果股价能够站上这个位置，会再次出现头高，下方有底高。那再次出现突破这个位置呢，股价会继续沿着这个多头趋势上行，同时呢也会瓦解11月3日这根变盘向下或者叫止涨的信号 K 线，所以226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在到达它之前，20均线值将是一个强压力。20均线值在11月8日我们测算会到达223附近，实际上也是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好，那226如果被站上，第二个目标是236，它也是一个强压力，它是这个缺口的中线。通常缺口的中线是强压力，然后第三个目标是257，它也是压力位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，实际上我们现在由于11月7日这根 K 线并没有跌破，或者说是没有出现新低，是在11月6日这个最低的上方，因此呢，我们现在暂时可以把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定在215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目前呢，这个位置相对于目前股价的收盘价位置已经成为前低了，也就是股价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这个自11月31日以来的短期的多头趋势，所以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然后呢，第二个目标就是194，那跌破194呢，我们会看到会恢复之前各个就是起跌 K 线的一个空头趋势，所以股价一旦出现了回档，它的真正的目标是194，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。好，194被跌破，在下方第三个目标我们给到是178，它只是一个强支撑。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视讯当中多次提到过，股价日后如果一旦跌破了194，那么它下行的真正的目标是152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我们说这是4个目标吧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，是215、194、178，还有下方的152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，在11月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前一期视频我们是给出了2个关注的位置，是在11月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216和上方的225这个位置，看看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给出，我们先要给出11月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那么我们在11月8日要关注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是在220这个位置。我们把这条水平线提到220。好，然后呢，上方呢，我们先把这条水平线暂时去除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5日均线值？
如果在11月8日盘中股价一直是在日内是在5日均线之上方运行，我们依然认为它很有可能会出现上涨，或者继续出现横盘向上。那否则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低。一旦收低呢，我们认为会跌破5日均线值，那后续股价很容易去转为下行的一个走势。所以这是盘中我们要关注220的目的，或者叫原因。好，那目前依据我们刚刚的分析说明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在11月8日或者之后的交易日，就是上方要突破226，或者是下方要跌破215来选择方向，否则日后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，或者我们在11月1日有5%的进场抢反弹，11月2日我们给出了10%的加仓，也是抢反弹，获利的目标是在219到222。那么在11月3日和11月6日都到达了这个获利目标，然后同时在11月7日也是到达了这个获利的目标。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目前还是持有的。那在之前最后一期视频，也就是前一期视频，我们给出的这15%的仓位的止损位是在215。好，那么到了11月7日，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，这个仓位依然是持有的。那对于11月7日出现的，是一个含有长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但是成交量是量缩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进场，或者说是加仓的。对，那么这个仓位如果继续持有到11月8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215，也就是股价收盘价跌破的这个位置，那么这个15%的仓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。好，那么获利目标呢？我们认为，如果在之前没有获利出场呢，这样的仓位一定是我们会等待做多的，也就是我们是等待继续加仓的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要给出获利，我给出这个仓位的目标就是要继续加仓做多，或者是我们再给出一个点位，也就是上方在从223到225依然是获利的目标位，也就是在这个区域股价是很容易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的，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继续选择出场的，或者是等待股价出现站上226之后，我们再根据情况加仓。好，这是对于多头的描述。那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11月8日开盘之后，既会有空头进场。那他们尤其如果股价是在一个低开盘的情况下，那一定会有空头大量的进入，那么他们要守的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对，然后去推动股价下行。那么空头的目标就是215和下方的缺口，那空头的回补位是在226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前高，它是从222一直到223，对，是在这个区域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26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36，第四个压力位是242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20到221之间。第二个支撑是215，
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下方的这个缺口是从206到212，其中10日均线值会在212附近，这是一个强支撑，相对较强的支撑。然后第三个支撑就是第四个支撑是下方的19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11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2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32。收盘会收在22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补量上涨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如果是这样。它也有可能是高开盘，或者跳空的高开盘，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。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228，也就是会出现新高。然后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18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221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